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从新人类的长子解析伊朗的命定。自从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开始，在各样的媒体中有很多的评论，不管是正面的，是反面的，有从历史的解析，有从他们过去的恩怨，也有从各自不一样的政党立场。总而言之，在媒体里面就有很多的发表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是，除了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和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以外，坐在天上的神，他看见了什么？诗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。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档口，我们除了关心时事以外，还有什么是在这个特殊的时空命定里面，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去理解、去体会、去进入，甚至于是参与的，而不单单只是做一个历史的过客或者场边的解说员。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在冲突12天之后按下了暂停键。以人的国度视角来说，以色列还是以色列，伊朗还是伊朗。但是我今天想从地上的国度、政权、人民、土地来揣测造物主全地的神，他对伊朗有没有更深的计划，并且在这个计划中，基督徒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或者说在神给伊朗的命定和计划中，有没有我们基督徒可以分一杯羹的切入点？想要解析伊朗的命定，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完了，但是重点不在答案，而是在于要理解这个答案的属灵脉络、属灵逻辑，神做事的次序。因为这是神做事的法源。要谈到命定，就必须寻找命定的法源。这个法源是神在灵界中的认证，是一个在灵界中的合法性。更重要的是这件事的意义和在永恒中的价值。这个属灵的凭证包含了我们的宣告、祷告、祝福、属灵征战所使用的权柄来源。没有神赋予的权柄认证，我们一切的服事也只能说是一种热忱和激情而已。所以在谈到伊朗的命定之前，我想先梳理几个神做事的脉络和原则。既然要谈命定，我们就要从头说起，而人类的从头，自然就是要说到创世纪亚当那一家子的人的事了。话说该隐杀了弟弟亚伯之后，神将该隐赶离了自己的面。那个时候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承担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该隐说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那是谁会杀了该隐呢？创世纪6章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也就是堕落天使与女人交合所生出来的后代。他们是体格魁梧的巨人，他们是灵界的类生物人，但是该隐是有造物主荣耀基因的人类，这跟当时生活在地面上的生物人是不同的人种。所以该隐说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
这些灵界的类生物人都是巨人，他们要杀死该隐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所以该隐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”从该隐的陈述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洪水之前的人种是撒旦想要如神，而被逐出第三层天之后，在地上创造自己的地盘所造成的混乱。创世纪6章说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因此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天空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当神用洪水灭了那一世代之后，地球等于是经历了一场灭顶的洗礼，好像被大水冲刷之后的土地突然变得干净了。这个时候，地球的土地上没有这些败坏的人，没有败坏的事，没有一切的强暴，神把这些都冲刷掉了。在地球经历过一场灭顶的洗礼以后，挪亚出方舟时的大地，可以说比亚当被赶出伊甸园时的世界还要干净。现在的地球像是一片被重新整修的土地，而那些地产的开发商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做城市的规划。他们可以设计学校、商场、公园、大楼、运动场、图书馆、游乐园，把原先的垃圾场变为适合人居住的环境。同样的，当神把这个地球重新清理干净，把很多的垃圾丢掉以后，神就要开始重新规划这片土地，要如何管理，要如何让人类来居住。而挪亚一家8口是在方舟里神所保护的一家人，他们是神所造人类最原始的 DNA， 是原封承载神荣耀基因的一家子人。神保留他们的性命，以及方舟里面所有的活物，就是要将他们带到地面上，要他们繁衍生生不息。那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规划他重新整顿的地球。创世纪9章告诉我们说，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含是迦南的父亲，这是挪亚的3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、海岛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、宗族立国。挪亚的后代都分散在全地居住，各自成为邦国。那这3个儿子的后裔分为几个邦国呢？按照创世纪第10章的名单，他们分为70个邦国。神把世人区隔成为70个国家。在雅弗的后代，他2代人一共有14个人。含的3代人里面一共有30个人。闪的5代人里面一共有26个人。也就是说，挪亚的3个儿子，他们所生的后代加起来一共有70个人。这70个人，他们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那为什么是70呢？出方舟的新人类不是随机发展，爱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，想怎么生孩子，生几个孩子都是随意、随性、随便，反正顺其自然。后来不小心一算，有70个耶，并不是这么巧合。虽然用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随机的到处游走，但是生命记告诉我们说，是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也就是说，挪亚的子孙所散居各处建立的邦国，
都是神按着以色列人的数目所规划的。所以，神将新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，组成了70个邦国和他们的地界。这数字的根据是以色列人的数目。那神是以以色列人的哪个时期人数作为立定万民疆界的依据呢？挪亚出方舟的时候，以色列连个影都没有，神拿什么时期的数目来作为基准呢？神的计划何等奇妙，超越时空界限，咒诅化为祝福，签约弥赛亚已降临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救恩的奇迹羔羊，万国万民同声颂扬。